俄罗斯这次是真急了，直接炸了基辅州最大的发电厂。同时在当天晚上，俄军还对乌克兰境内多个能源设施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苏57疑似参战了。美国发出警告，伊朗将在48小时内发动报复，建议以色列军队将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伊朗到底是在威慑还是真的准备开战？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个问题。前几天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系统，尤其是石油工业进行了系统性的打击，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境内油价疯涨，甚至还要去找哈萨克斯坦借汽油。很明显，乌克兰的这次行动的确戳到了俄罗斯的痛处。很快，俄军的报复就来了。4月11号，俄罗斯使用无人机和不明型号的导弹袭击了基辅州最大的发电厂特里皮尔斯卡火力发电厂。发电量为1800兆瓦，该发电厂呢，同时为基辅、切尔卡瑟和日托米尔地区提供电力。发电厂位于基辅以南约50公里的特里皮尔利亚。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发电厂起火严重。公司负责人安德烈·戈塔直言，发电厂的基础设施基本被摧毁，想要修复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在事件发生后，有俄罗斯军事博主宣称，袭击特里皮尔斯卡火力发电厂的是 X-69 导弹。这意味着俄罗斯很有可能是将苏57投入了实战。X-69 是俄罗斯最新研制的精确打击巡航导弹，其特点呢是高精度、隐身，并且该导弹呢也是专门为俄罗斯最新一代战机苏57而生的。X-69 的首次亮相是在去年8月14号在莫斯科附近的爱国者公园举行的 Army 2023军事技术论坛上，其举行的形状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苏57的内部弹仓。根据其研发公司 KTRV 所说的，苏57最多能在内部弹仓内存放4枚 X-69。X-69 采用惯性和卫星联合制导，自带的无线电高度仪能够让它在发射后紧贴着地面飞行，以此躲避雷达信号。同时，导弹外壳上还有一层特殊的隐身涂料，使得 X-69 成为俄军同类型武器内隐身性能最好的巡航导弹。而这次俄罗斯使用该导弹攻击基辅重要的能源设施，让一部分俄罗斯媒体博主认为是苏57出马了。但是大兵查阅了相关资料后发现X-69虽然是为苏57设计的，但却并不是苏57的专属导弹。KTRV 总经理鲍里斯·奥布诺索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该导弹未来还会集成在苏30、苏35等俄罗斯战机中。所以大兵认为，事实可能和俄罗斯媒体所说的恰恰相反，不是苏57发射了 X-69，而是因为苏57面临种种问题，无法进入实战状态。所以俄罗斯只能先将原本为苏57准备的导弹装在了现役的老式战机上。虽然俄罗斯解释不在俄乌战场上使用 T-14、苏57等俄罗斯先进武器装备是出于战略考量，但种种现象表明，俄罗斯不试用这些武器呢，不是出于某种不存在的仁慈，而是因为俄军高层明白这些武器远不如宣称中的完美。一旦这些武器派上战场却表现不佳，那么这将对俄罗斯军工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所以前一段时间，俄罗斯空天军即便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失，依旧没有派出具有隐身能力的苏57来摧毁乌克兰的防空体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就算苏57没有下场，俄罗斯凭借其巨量的武器储备，依旧能给乌克兰造成不小的麻烦。根据乌克兰空军的消息，俄罗斯军队在4月10号到11号晚向乌克兰发射了82个空中目标，其中包括来自萨拉托夫州的20枚 KH-101-555 巡航导弹，来自坦波夫州的6枚匕首空射弹道导弹，别尔格罗德州的12枚 S-300 导弹，来自扎波罗热州的4枚 KH-59 巡航导弹，以及更多方向飞来的40架 Shell 的136、131无人机。虽然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大多数，但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依旧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乌克兰最大的民营电力企业 DTEK 已经丧失了80%的电力了。曾经呢，该公司提供的电力占据了乌克兰总电力的20%。面对这种情况，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乌克兰正在努力从其他国家获得至少7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目前乌军已经至少将1个爱国者系统放置在了俄乌前线。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已经趋于饱和了。俄罗斯目前至少还有发动数次同类型大型空袭的能力，而北约军援的长期拖延导致乌军的防空导弹消耗殆尽。目前乌军已经无法在长达1200公里的战线上保持相同的防御能力。大兵还是维持原来的看法，如果北约不加强对乌援助，那么在未来乌克兰很可能会面临艰难的选择。好在袭击之后呢，欧盟立刻对乌克兰展开了新一轮援助。4月9号，奥地利、德国、瑞典和荷兰4国通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向乌克兰提供了157台不同规模的发电机。为了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欧盟还从成员国内抽调了10台大容量发电机，功率高达1兆瓦，每台价值高达357万欧元。仅需1台发动机就可以为一个中型医院供电了。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当天的国会听证会上敦促参议院通过一项高达500亿美元的预算，这笔预算将用于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以及美军新潜艇的建造。然而呢，由于激烈的党争，该预算项目的推进依旧没有明显的进展。4月13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进行了电话交谈，谈话内容尚未公开。在谈话结束后，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伊朗对其领土的袭击。同时声明还写道，两位国防领导人讨论了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详细准备工作。但随后就有来源不明的消息传出，声称奥斯汀在电话中警告以色列，伊朗将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攻击，要求以军将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状态。而根据最新消息，已经有当地居民拍下了照片，显示以色列的大规模部队正在向黎巴嫩南部和戈兰高地方向前进。同时有报道称，伊朗通过阿曼和美国联系，希望美国不要插手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局部战争。美国予以了回绝。在4月12号早上，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离开了原驻地，前往红海北部。这意味着美海军放弃了和胡塞武装长达数个月的纠缠。而红海北部呢，距离以色列更近，就算美航母停在了亚喀巴湾外，距离戈兰高地也不过400公里，完全处于 FA-18 的作战范围之内。可以看出，中东的火药味已经非常浓郁。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以色列要和哪个国家作战？按照大兵之前的描述，想必各位都会觉得这一仗是发生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但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国土并不接壤啊，中间隔了一个叙利亚。作为主权国家，叙利亚肯定不会让伊朗军队大摇大摆地从叙利亚境内路过。所以目前来看，伊朗军队不太可能在毫无声息的情况下向戈兰高地方向部署大量地面部队。而除了伊朗呢，另一个国家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俄罗斯。在前几期视频中，大兵都提到了，在4月3号向戈兰高地方向部署了不明数量的部队，并新增了一个观察哨所。该哨所的位置位于叙利亚哨所的不远处。同时，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2艘军舰，包括太平洋舰队旗舰瓦格良号，也在3月底抵达了红海，目前正位于红海南部。很明显，俄罗斯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中东布局了。这主要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受到了极大阻力，而俄军在12月进行了大规模征兵。为了进行征兵，俄罗斯国防部使用了极高的薪资，用于吸引年轻人加入部队。然而，规模如此之大的征兵对俄罗斯的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为此，俄罗斯需要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其目的呢有2个。首先是将巨大的战争潜力转化为战果，以此占领更多的土地，或者是政治筹码。其次呢，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军队，毕竟呢，这些俄军每天的工资都十分高昂啊。目前俄乌战争陷入僵局，无法投入更多的部队，让这些士兵在后方白吃军饷，是俄高层不想看到的。所以大兵认为，如果未来中东在戈兰高地附近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俄罗斯是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极有可能将大量部队投入这场新的战争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都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放在了以色列北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战线变化。4月11号，以色列国防军纳哈尔旅和第401旅在努塞特拉周围作战，
以色列空军与第215炮兵旅协同作战，在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该地区之前，针对数十个巴勒斯坦战斗机和军事基础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目前呢，在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双方的军事行动已经趋于停止，但零星的交火仍然存在。而在俄乌方面，俄罗斯在克雷明纳附近取得了确认的进展。同时，在西夫亚尔方向，俄罗斯军队沿着 T0504 高速公路向伊万尼夫斯克以西推进，俄第98师的部队已经进攻至了西夫亚尔的东部和东北部，该地点即将落入俄军控制。在阿夫迪夫卡以西，俄军同样取得了一定进展，在1天内推进了 2.5 公里。虽然俄军在这几个方向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最近，俄罗斯军队在赫尔松州东岸和第聂伯河的岛屿上推进，但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娜塔莉亚·胡梅纽克上校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登陆部队的杀伤率达到了惊人的60%。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兵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